马上又是开学季了，那么2025年你的第一台笔记本是选择 Mac 还是选择 Windows 呢？作为一个同时使用这两个系统超过5年的用户，希望我能够给你一些启发。我会给大家提供几个维度供大家去参考。那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价格。眼下苹果最便宜的 MacBook Air 也要7999，当然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以享受学生优惠，但无论如何不会低过7000元。在这个价格之下，你有非常多的 Windows 的笔记本可以去做选择。当然这2年 Windows 的笔记本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出现了效仿苹果 M 系列芯片的 ARM 处理器的笔记本。当然呢，我也去做了一些调查，这里只给结论，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ARM 处理器的 Windows 笔记本还是不能用的，尤其是你上学的时候需要去装各种办公软件，或者你学习需要用的软件。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打游戏。当然说到游戏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 Windows 的笔记本，毕竟 Windows 的笔记本普遍都有更强的游戏性能，他们会有一些游戏本，或者说一些影音旗舰本，会有独立的显卡，这对打游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配置。但这2年苹果的生态系统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苹果在积极的往它自己的这些 M 系列芯片上去引进各种游戏。现在能玩的一些主流大作，包括赛博朋克2077，包括死亡搁浅，都已经有了相应的 Mac 版本。但是我手里这台 M1 Max 的笔记本仅限于能玩。我也上网去查了一下 M4 系列芯片的这个笔记本，它的游戏表现只能说聊胜于无吧。当然，除了我们去下载这个 Mac 专用的版本之外呢，也可以使用 Crossover 去把 Windows 系统的软件转移到 Mac 系统上。但无论怎样， Mac 系统上面的游戏表现一定是比不过 Windows 系统的。但如果你对打游戏没有什么需求，或者你学的是图像啊、视觉呀、色彩啊、设计相关的专业，那 Mac 反而成了那个必不可少的选择。众所周知， Mac 对图像、视频、音频的支持要比 Windows 要好很多，更不用说苹果笔记本的屏幕可以说是行业标杆了。而且所有苹果的产品都保持了相当好的屏幕色彩的一致性，这对我们同时拥有很多个苹果设备的用户来说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更何况呢，苹果就以它的这个苹果生态而著称。如果你有其他的苹果设备，例如说苹果的手机或者说 iPad， 那你将会享受一个非常统一而且便利的使用体验。这一点是 Windows 笔记本所比不了的。同时呢，苹果的系统也有更好的保值率，即使你大学4年用完之后，苹果笔记本依然可以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但是 Windows 笔记本可能真的就卖不出去了。而且苹果笔记本真的可以做到连续开机而不关机。我有时候使用苹果笔记本的时候，也会经常把盖子一合，需要用的时候再直接打开，免去了开机这个步骤。这样至少1-2个月它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 Windows 笔记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光讲使用体验，苹果笔记本的综合使用体验一定是比 Windows 的使用体验要好的。但是 Windows 系统的真正优势其实就在于它比较开放的系统。众所周知，苹果的系统是封闭的，你只能通过它的应用商店或者有苹果软件版本的这个软件官网去下载它的软件。当我们想要在软件上省一些钱的时候，苹果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麻烦。但是 Windows 系统上，我们可以轻松的找到大量的软件资源，绝大多数软件也都优先会有 Windows 系统的版本。毕竟 Windows 系统的市场占有率依然在70%以上。而且呢 ，Windows 系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硬件也比较自由，你可以轻松的去更换它的硬盘、内存，甚至可以去更换一些其他的网卡等等配件。这一点是苹果几乎做不到的。而且苹果的配件非常贵，我们想去自己升级的话，也会冒着丢失保修的风险。作为学生党，这里我不是很推荐。而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呢，就是你所学的专业。如果你学的是设计啊、美术呀、影像啊相关的专业，那苹果几乎是必选的。如果你是学文科、社科、商科、法学之类的这些学科，那其实双方都可以，主要还是看你的预算。如果你的预算充足，其实我会建议你买一台苹果笔记本，因为它使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尤其是你需要做大量的文字工作的时候，这个真的只有你使用过才知道，苹果笔记本的使用体验是远好于 Windows 系统的。如果你是学工科呀、理科呀、建筑呀相关的专业，那我还是强烈建议你有一台 Windows 笔记本。像很多 CAD 呀，或者说 MATLAB 呀、ANSYS 这样的这种比较专业的软件，几乎是只有 Windows 版本的。同时呢，大家要注意选一台性能相对足够的笔记本，尽量是有独显，而且内存容量要足够大，才能满足我们之后去大量做图的需求。当然最后有一个专业我一直没有提，就是编程。编程呢，我说实话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查了一下，好像不同的编程的细分领域是对这两个系统各自有一些偏好的。如果你是学相关专业的，希望你能够在评论区留言，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所学的专业所需要的笔记本系统。或者说呢，我们是做双系统方便呢，还是说去做一个 Linux 系统比较方便？这个呢，我还是希望留给屏幕前的专业人士。但我身边的做编程的这些朋友呢，他们的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推荐你上学的时候买一台 Windows 笔记本，但是毕业或者工作之后去买一台 Mac。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反馈。说到最后，其实最理想的状况依然是我全都要。像我做影像相关的行业，我可能会同时需要 Windows 笔记本的强大性能和 Mac 笔记本的便利，以及对各种显示效果的高要求。所以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怎么选呢？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请给我点个关注，还有一键三连，这对我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大家有各种想交流的问题，也方便以各种形式来联系我。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